各自是小熊儿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魔兽还有企。前不久呢，我们刚分享了一款三方的奇迹档案潜水员乐高风格的这个人仔啊。今天呢，我又发现了一个题材相对比较大众一些的，就是黑暗骑士中的贝尔蝙蝠侠，也是一个人仔的形象或者说形式。收到之后呢，也在想啊，这东西会不会很有趣呢？咱们还是一起来拆，一起来看。这个包装啊，先看一下，非常小巧，基本上就是一盒扑克牌的大小啊。外层部分的这个封套呢，正面是有点很古早或者说复古海报的那个味道啊，色调还是蛮有趣，很旧的那种火柴盒啊或者烟盒。看这个边缘啊，也做出了这个一条一条的痕迹啊，以前那种洋火的那个划火柴的那个地方似的啊。稍微给它抽一下啊，里面塑料的透明包装，内附了海绵。好小啊，好小哎，挺有意思的啊。先看一下正常的造型，看得清吗？当时整体呢其实是选用了黑暗骑士1中的那身战服。抓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，因为相比于后期的战甲的话，这一套会在结构上更加厚重一些。比如说它在这个脖颈处啊，一体的结构，整个这一圈呢都有一个厚重的造型，这个地方抓还是挺精髓的啊。还有像这个肩膀处2片肩甲、胸口啊以及腹部、蝙蝠侠腰带以及铠甲的形状呢，用这个印花的形式做到了人仔本体上。在这个手臂部分也做出了一个臂甲以及臂刃的结构，去还原影视中本身的那样一个形象啊。斗篷的处理上呢，整体是一个软胶的材质，表面呢也做出了一个防褶皱的造型啊。虽然说整体不是那种真实的布艺或者什么，但是看上去的这个垂感营造的还蛮不错啊，这个弧度拿捏的比较到位的。然后在头部呢，点睛之笔就是这2个大眼睛，透过盔甲很明亮的眸子，这也是电影中对贝尔一登场的时候，其实他那个眼睛总是水汪汪的啊，在蝙蝠侠晚上出来的时候，对炯炯有神的那个感觉啊。开了一盏灯吗？水灵灵、水汪汪的，很远的时候也能看到这2个小光点的闪烁。稍微用力的话，其实这个头盔也是可以摘下来的。里面人仔的头部呢，看到是在眼睛做了一个黑色涂装啊，当做一个底色。头盔本身一些个棱角，包括整个造型，虽然说很小，并且做了一个 Q 版的刻画，对比影视剧中戏服的表现的话，这个头盔制作还是非常还原，蛮好的啊。我觉得这个小东西，如果说你想单独展示的话，也都是 OK 的啊。另外一只是用斗篷将自己完全包裹的一个造型啊，也是蝙蝠侠非常灵魂和招牌的一个动作。利用这个人仔的形式去还原这个造型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啊。尤其在斗篷的这个正前方啊，它也做出了一个像是2只手给它扯住的一个表现。虽然说并不是真正人仔的手坐在里面，但是外观上去看的话，效果还是很灵动的啊。像它往中间一拉扯，下摆部分也会受力，有一定的这个褶皱和飘起，打开一个小缝隙，飘起一个小角度，这些刻画都让整个造型更加有活力。去对比的话，头部啊微表情上也会有一个区分，披斗篷的嘴部的话会更加严肃一点。当然了，作为蝙蝠侠，它也是有专属的武器搭配的。首先，钩索的这个发射器，整体造型刻画呢也是基于原本的设定，做出了一个 Q 版的改动。
啊，当然在分色上刻画的还是蛮不错的啊，像它有一个香槟金色。当然了，为了考虑到人仔的一个握持啊，下面还是加入了一个圆柱的握持的位置，拿取的话紧实度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还有一枚小小的蝙蝠标，整个配色呢也是这种有点香槟金色的感觉啊，精度来讲也还不错。当然了，也是为了考虑人仔的握持，会去加入一个圆柱的结构。其实我觉得可以再单独配一个纯粹一点的这个蝙蝠标，单独展示。我感觉这款产品还是蛮有趣的啊，或者说这个表现力还是非常强的。虽然我只是体验了这一会儿啊，但是感觉展示的效果还是很有趣，包括头盔、还有战服以及斗篷的一个刻画，在细节还有质感上能够看到是有向电影中效果去靠拢的，包括这个眼眸的刻画以及微表情的刻画上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出彩和有趣的。全斗篷的这个造型算是一个灵魂的配置啊，能够把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动作单独的进行一个展示。我的话其实是更喜欢这个披斗篷的造型的，有一种他自认为不怒自威的感觉，但实际就是非常小小的笔杆的一个小人仔。我要把牛逼身上就难。而也期待后续给我们带来其他不同题材，不限于影视题材，各种有趣的角色或者人物进行一个人仔化的一个设计吧。然后呢，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应该整个蝙蝠齿。嗯。